只要拿到了美国的护照，就等于拿到了人生的免死金牌。大家平时是不是也经常听着这么吹嘘啊？只要宣了誓成了美国公民，你这辈子就算是稳了。只要你不叛国，哪怕你把白宫墙壁给扒了，顶多也就是坐牢罚款，没人能把你赶走。这可是宪法赋予你的权利，天王老子来了也动不了。如果你现在脑子里还有这种天真的想法那我今天呢得用一盆冷水把你彻底给浇醒喽。就在2020年的3月30号，美国加州法院落下一记重锤，直接把这层蒙了多少年的窗户纸给捅了个稀巴烂。2名已经规划入籍多年的华人公民陈丽和周宇不仅被法院直接褫夺了美国国籍，而且即将面临被遣返的悲惨命运啊！消息一出，整个北美的华人圈、移民圈彻底炸了锅。大伙儿惊恐的不是这2个人到底偷了啥，而是无数人平生第一次发现，原来美国国籍不是保险箱，原来吃到嘴里的肉，美国政府不仅能让你吐出来，还能顺手把你的牙给掰了。咱们先看这2个主角到底什么段位陈丽和周宇，那可不是在法庭上编故事骗庇护的草台班子，人家那可是正儿八经的顶级知识分子呀。女主陈丽52岁，男主周宇55岁，这2位在医学研究领域那可是妥妥的泰斗级人物啊。他们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全国儿童医院足足工作了10年。那个地方它可不是街边的诊所，那是全球顶尖的儿科研究中心。2011年，陈丽凭着硬核的科研实力，拿下了号称爱因斯坦签证的杰出人才绿卡。各位，这玩意儿难到什么程度呢？你得是行业里那颗最闪亮的星，你要么拿过国际大奖要么你的论文被这个全球科学家引用过几千次。普通人奋斗10辈子都摸不到门槛，但是陈丽他是凭真本事硬杠进去的。而周宇呢，是以高级交流学者的身份过去的。2011年，夫唱妇随，2口子都拿了绿卡。2016年和2017年这2人先后宣誓入籍了。手里面攥着美国护照，拿着几十万美元的年薪住着大洋房，开着名车在外人眼里这简直就是华人移民的天花板呀。但是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2人到底犯了什么事儿，能惹得美国司法部痛下杀手？说白了就是贪婪，加上顶级精英特有的那种自作聪明。法院最终查实，这对夫妇在医院工作期间，竟然利用职务之便，背地里疯狂窃取老东家的核心商业机密。那些价值连城的医学专利实验数据，他们一边拿着美国人的高薪，一边偷偷把这些宝贝打包。但是我告诉你们偷东西吧，顶多是坐牢。真正让他们丢掉国籍的，是因为他们在入籍申请的时候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在申请美国国籍的时候，有张表格叫 N400， 这张表在移民圈里叫灵魂拷问表，上面有一条极其阴险的题目：你是否曾经犯过罪，或者参与过任何违法行为，哪怕你当时并没有被逮捕。陈丽和周宇在填表的时候，估计心里面还得冷笑呢。嘿，我偷机密的事儿，你们这帮大老粗又不知道，警察也没抓我，我当然填 no 了。只要我拿到了护照，我不就洗白了吗？这就是典型的侥幸心理。他们以为自己智商140，能把美国移民局和 FBI 当猴耍，结果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几年后东窗事发，重罪查实。这个时候如果是普通的美国本地人犯这事儿那就是抓去坐牢，交个天价罚款，这辈子也就毁了。但是这个陈丽和周宇是规划入籍的华人，这就触发了美国法律体系里有一项专门为他们这种人准备的终极武器。2020年3月30号，法锤落下，法官不仅判了他们刑事罪，更是直接签发了致命的判决书。因为你们在入籍申请中存在重大的欺诈，隐藏犯罪事实，现在剥夺你们的美国公民身份。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要拍桌子，凭什么呀？美国不是讲人权的吗？不是说好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凭什么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犯罪就坐牢，我们移民犯罪就要被剥夺国籍？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你还真说对了在美国的法律逻辑里国籍这玩意儿还真分等级。咱们看看美国的根本大法虽然字面上说出生和规划都是公民，
但是上百年的司法实践早就把这两类人画出了鸿沟。第一种，出生公民那是嫡长子呀，只要你降生在美国的土地上，哪怕你爹妈是偷渡过来的，你也是天选之子，你的公民权是永久性的，除非你自己不想干了，跑去大使馆宣誓放弃，否则就算你把自由女神像给炸了，你成了千古罪人，政府呢他也只能关你，不能剥夺你的国籍。还有这第二种规划公民，也就是像陈立、周瑜这样子的通过移民手段加入的人，在法律专家眼里你们拿到的不是权利，而是一种特权。什么叫特权？那是政府看你表现好，额外赏赐给你的 VIP 会员卡。那既然是赏赐的，那就有条件只要发现你办卡的时候作弊了，或者办完卡后发现你之前的背景有问题，对不起，房东有权随时单方面解约，把你扫地出门。这种剥夺最狠的地方在于它的追溯性。法官说，因为你撒谎了，所以你当初那个入籍宣誓是无效的，就当这10几年你从来没当过美国人，你护照上的鹰灰在那1秒钟就变成一张废纸。那么到底干啥事会丢国籍呢？这红线它到底在哪儿其实这个红线就是一根橡皮筋儿，全在政府手里面攥着呢。美国入籍有一条硬杠杠，叫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行。你琢磨琢磨，什么叫良好？杀人放火那肯定不行，偷税漏税也不行。陈立和周瑜这种窃取商业机密的，直接被扣上了道德败坏的帽子。法官的逻辑是你入籍之前就开始偷了，说明你骨子里就不是个好人，你骗了我的护照，现在我发现了，你就得连本带利给我吐出来。各位，你可千万别以为这就是个个别案例。在2026年的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内部专门有部门叫取消规划工作组。这帮人呢，每天干的事就是翻陈年旧账。他们就拿着最新的 AI 对比系统去查几十年前的绿卡申请文件、入籍表格，只要发现你当年在职业、婚姻或者在犯罪记录上有一丁点隐瞒，哪怕你现在已经是一个7老8十的老头子了，他们照样能把你从轮椅上拽起来，扔进移民监狱，然后剥夺国籍。这就是所谓的秋后算账。在规划公民头顶上永远悬着一把叫取消规划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只要你入籍时哪怕撒了一个小小的谎，这辈子你的心就悬在半空，永远落不了地。肯定会有人好奇，陈立和周瑜的国籍没了，护照被撕了，他们接下来的命运是啥？是留在美国当难民吗？嘿嘿，老美那套流水线损招早就给他们排好了。法官撤销国籍一瞬间，他们的身份就时光倒流回到了绿卡状态。可别高兴得太早，紧接着由于他们犯的是重罪这移民局会瞬间出动，宣布吊销其绿卡。然后呢，就是让那个所有非法移民都闻风丧胆的机构 ICE，他们会开着大卡车把这个陈立和周瑜直接关进移民监狱。在那儿可没有什么高端实验室，也没有什么高薪厚职，只有4面的水泥墙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飞的遣返包机。在这条冰冷的驱逐流水线面前，你曾经呢是多么牛掰的科学家，你名下有多少豪宅，对不起通通清零。你的美国梦会在这一刻被彻底碾成碎末。好了，终于到了最扎心，也是最让那帮准润人们夜里睡不着觉的问题。这2个人要是被美国打包踢出去了，他们能回中国吗？咱们国家还要他们吗？说实话这个问题问的我都想叹气。咱们翻开国籍法，第9条写的那是斩钉截铁，一句多余的废话都没有。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你瞧瞧，自动丧失4个字这就意味着当年陈立和周瑜对着美国旗子宣誓拿到护照那1秒钟，他们在法律层面上就已经彻彻底底的不再是中国人啦，他们的户口注销了，他们的中国护照废了，他们在国内的国民待遇全部归零。现在你在美国混不下去了，被人家嫌弃是坏人赶出来啦，你这个时候想起祖国来了，你这个时候想回来落叶归根了，对不起你手里面没票虽然在法律的第13条留了一条小缝儿，说曾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可以申请恢复，但我得问问大伙如果是你会让这种人回来吗？
你在外面发达的时候，头也不回就走了；你在外面干了违法的事儿，被美国定性为道德败坏，被全世界当成垃圾扔出来的时候，你指望咱们国家当你的回收站？你指望咱们老百姓的纳税钱去供养你一个背着一身案底的重刑犯？审批权在有关部门手里，但是这种申请大概率就是石沉大海，因为他们犯的可不是普通小错而是窃取核心机密。这种行为放在哪都是涉及国家安全的红线。这种有着严重信用污点的人，中国的大门大概率早就给他们焊死喽。其实不光是美国，现在英国、德国、澳洲都在搞这一套。在2026年，国籍正在变成一种有条件身份。如果你不能自证清白，如果你不能保持底线，那张护照就是废纸一张。所以呢，在利益和诱惑面前别被那些自由梦给蒙了眼。这世界上最贵的票，就是那张已经废掉的回国机票。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